Hello， 大家好，夏天马上就到了。通常我们都会在夏天安排外出旅游或者是探亲。人出去旅游了，家里的兰花怎么办呢？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简单的浇水的方法。首先看一下这一棵兰花是裸根种植的。如果出去旅游的时间大概是2-3个星期的话，像这一棵蝴蝶兰，出发之前把它完全泡湿，或者是泡1个晚上，杯子底下面留一点点水，这些水大概可以维持1个星期左右，然后还有1到2个星期根完全干了，那个时候也刚好回来了。另外的一种方法呢，这一棵蝴蝶兰也是裸根种植。通常这棵兰花我会在杯子底下面是留有水位的，大概是半寸的水位。同样的原理，在出发之前把它泡根1个晚上，然后就把水倒掉，留大概是半寸的水位，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维持到3个星期的。如果是用陶粒或者是小石头、木炭、珍珠岩种植的呢，这一颗杯子是有洞的，也是一样，在出发之前应该给它泡盆，泡几个小时之后就把水倒掉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外杯底下面是大概有2厘米的水吧，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维持大概是2到3个星期，不用浇水。蝴蝶兰的根完全干了1个星期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是用树皮之类的植料种植的呢，也是差不多的方法。这一棵是用树皮、小石头、珍珠岩跟火山岩种植的。这个杯子底下面是没有洞的，现在就直接的泡盆，把水倒进去，也是泡几个小时。泡几个小时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植料和根完全都湿透了，这样就可以维持时间久一点。泡几个小时之后，就直接把杯子拿起来，水就自动的流出来。等水自动流完了，也就可以。杯子下面这个地方是可以用来做储水的。由于根和植料都已经湿透了，多余的水分也会从这个洞流出来，剩余的水分就留在里面。上面的植料干了，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往下吸这些水分。另外的一种种植方法就是用水苔加陶粒，杯子是没有洞的，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方法。把水倒进去，泡10几20分钟也就可以了，因为水苔的吸水性比较好。20分钟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倒掉。杯子是没有打洞的，里面的水分挥发的也没有那么快。流大概是这个水位，也就是差不多2厘米的水位吧。只要水苔不是一直泡在水中就可以。这种方法也可以维持2到3个星期。这棵蝴蝶兰的花也非常的漂亮，香味也非常的好闻。这是它第1次开花。
这就是比较简单的，不需要别人帮助的浇水方法。如果兰花比较多，都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呢，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，所以在外出旅游的时候，最好还是开风扇，保持里面的空气的流通，这样呢就不会因为太湿了而造成烂根。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请亲戚朋友帮忙浇水，这样呢就更加简单一些。如果亲戚朋友不是养花的人，那就要比较留意一点，千万不要浇太多的水，最好是把兰花直接拿到水龙头去冲水，冲一冲水就马上把所有的水分都沥干，不要留多余的水分在杯子里。特别是这种种植方法，水位不能高于水台，也就是说水台不能一直泡在水里。另外一点就是在浇水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把水浇到叶心里面去。如果叶心沾水了，加上这一段时间家里的门窗一定都会关上的，空气不流通就很容易造成腐烂。就像这一棵，如果亲戚朋友帮忙浇水的话，一定要沥干水分，不要留多余的水分在里面。只是这样就要有一点耐心，慢慢的把水分全部都倒出来。如果外出旅游超过3个星期以上，又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帮忙浇水的话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弄一个自动吸水的方法。这颗椰子兰是我上次分盆之后剩下的老的枝干，本来是想扔掉的，就用了这个吸水的方法，也不需要怎么打理，看它能不能再长出新的苗。自动吸水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在杯底下面打一个洞，穿上一条绳子，下面这个杯子放满水也就可以了。这个杯子的水可以维持大概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为了去旅游而做这个自动吸水，还需要把所有的兰花重新种植，重新上盆，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。也可以比较简单的用一个盆子把兰花放进去。如果兰花的杯子是有洞的，就比较容易直接的把水倒进去，它也是可以慢慢的吸水的。也可以用盆装一点水放在种植兰花的地方，这样空气湿度就没那么干。这样既可以浇了兰花，也保持了空气的湿度，一举两得。放的水位也不需要很多，也大概是半寸的水位也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简单的分享几个外出旅游兰花浇水的方法。祝大家养兰愉快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